第8课，如何回应情绪勒索，有效应对策略。你是否有过这种经历？如果你不来，我可能会难过到哭。朋友用情绪勒索，让你参加一场你根本不想去的聚会。我这么爱你，你怎么忍心这样对我？伴侣用内疚感让你做违背意愿的事。公司现在缺人手，这个周末你一定要加班。老板用责任感逼你放弃个人时间，每一次的让步似乎都能换来短暂的和谐，但长期下来，你却发现自己越来越没有选择的自由，仿佛只要不顺从，对方便会生气、指责、冷战，甚至让你觉得自己是个坏人。但其实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应对，而不是每次都默默承受。今天这一刻，我们将学习如何建立个人界限，用沟通取代冲突，并学会如何断开内疚感，让自己不再被情绪勒索影响。1、建立清晰的个人界限。界限是什么？简单来说，界限就是让对方知道你可以接受与不可以接受的底线。它不是冷漠或疏远，而是健康人际关系的基础。纯美是个乐于助人的人，每当朋友有困难，他总是第一个冲出来。久而久之，朋友们开始习惯有事找纯美，甚至无论早上7点还是半夜2点，电话都会响起。朋友 A： 纯美，快帮我看一下这份报告，我老板等着呢。朋友 B： 纯美，我失恋了，来陪我喝酒吧。朋友 C： 纯美，我跟老公吵架了，我需要你来开导我。纯美从一开始的热心，到后来的无力，最后变成了24小时待命的情绪支援站，连自己都喘不过气来。他想拒绝，但又害怕拒绝后，朋友会觉得他冷漠，不够仗义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因为压力过大，连续好几天头痛失眠，医生对他说：你的身体正在警告你，你需要学会设立界限。健康的界限能帮助我们维持关系，而不是破坏关系。如何设定界限？1、明确表达自己的需求，不要拐弯抹角，直接说出你的界限。例如，我晚上10点后不会接电话。2、勇敢拒绝不合理的请求，这不是我能帮忙的范围。3、界限不是对方愿不愿意接受，而是你愿不愿意坚持。记住，真正尊重你的人会接受你的界限，不尊重你的人才会生气。2、以沟通取代冲突。我理解你的感受，但这是我的决定。当你开始拒绝情绪勒索时，对方可能会愤怒。你变了，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冷战。好啊，你就这样对我，以后别来找我。内疚攻击。我这么辛苦，你却这样对我，真伤心。面对这样的反应，我们可以用沟通技巧来避免冲突，让对方知道我理解你的感受，但这是我的决定。英杰刚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，决定搬到离家较远的城市。然而，当他告诉妈妈时，
妈妈立刻情绪激动地说：妈妈，你要搬走？你就这么狠心丢下我吗？我一个人在家，好可怜。英杰听了觉得内疚，但他知道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情绪勒索，于是他决定这样回应。错误回应，顺从。好吧，那我不搬了。这会让妈妈觉得她的情绪勒索有效，下次会更加强烈。错误回应，对抗。妈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每次都这样讲。这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冲突。正确回应，沟通。妈，我知道你不希望我离开，我也很不舍，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，我真的很希望能尝试看看。我会常常回来看你，你愿意给我祝福吗？关键，先理解对方的感受，再坚持自己的决定。3. 断开内疚感，不再受勒索影响。内疚感是情绪勒索的核心武器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无法拒绝情绪勒索，是因为我们害怕自己变成坏人，害怕对方不开心，害怕关系破裂。但其实，拒绝不代表你不爱对方，对方的情绪不是你的责任。汤姆的同事小王经常请他帮忙处理额外的工作。某天，小王又跑来说：小王 ，Tom， 我这周末要带小孩出去玩，你能不能帮我做这份报告？拜托了。汤姆其实也很想休息，但他想到如果拒绝，小王可能会不高兴，甚至以后在办公室传话说他不够义气。最后，他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，心里却充满怨气。这就是内疚感操控的典型案例。如何不被内疚感影响？1. 提醒自己，你有权利拒绝，这不是你的责任。2. 不要为拒绝而道歉。很抱歉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改成，这不在我的计划内，请你找别人帮忙。3. 如果对方生气，那是他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。记住，当你开始设立界限时，对方的不高兴是正常的，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你的顺从，但这并不代表你做错了。结语：做自己的主人，不再被情绪勒索。学会拒绝，不代表变得冷漠，而是学会爱自己，学会用健康的方式与人相处。当你不再被情绪勒索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终于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